大家好，我是萨姐。今天我们来做一款霸王蛋黄酥。香酥的饼皮里包裹着肉松、麻薯、红豆馅和咸蛋黄，馅中带着微甜，外层的酥皮层次感分明，算得上是蛋黄酥里的霸王，也特别适合这个中秋送给亲朋好友。先来制作麻薯。糯米粉里加入玉米淀粉、糖和牛奶，搅匀，过一次筛，去掉杂质，盖上盖或者保鲜膜，上锅蒸20分钟左右。蒸熟的麻薯应该是完全固体的状态。倒入黄油，利用麻薯的热气融化黄油。麻薯会非常的粘手，所以戴上手套，把黄油不断揉进麻薯里。揉好后应该是十分的光滑，拉开也非常有韧性，放2到3天都不会变硬。放入一个保鲜袋里，冰箱里冷藏。现在做酥皮部分，先来做油皮。油皮和油酥的比例大约是3比2。一边倒入水，一边搅拌。由于面团的吸水性都不一样，如果偏干可以加入一点水，如果偏湿的话就加入少量的面粉。手揉成团之后松弛15分钟，15分钟之后再把面团揉到表面光滑不粘手。这个面团可以做得稍软一点，这样会比较容易包馅，而且也不容易破酥。如果用厨师机揉面就会更加的省事儿。盖上保鲜膜，松弛30分钟。接着来做油酥的部分，教大家一个省事儿的方法。把面粉和猪油都倒进一个保鲜袋里，混合猪油和面粉，基本上可以成团，就倒在碗里，下手捏，表面变得很光滑了，就可以盖上保鲜膜，松弛30分钟。趁面团松弛的期间，准备一下馅料，用的是自制的红豆馅。具体配方和制作方法，去年拍过一期8种月饼馅料的合集，链接在视频下方可以找到。分成16份，每份大约20克，搓圆。冷藏的咸蛋黄也需要稍加处理一下，放在烤盘里，喷上高度白酒，去掉腥味。放入预热好170度的烤箱里，烤8到10分钟。烤好的蛋黄放在厨房纸上，吸走多余的油分。等蛋黄放凉了，用1份红豆馅包裹1个咸蛋黄，做出16份的红豆咸蛋黄馅儿。麻薯冰箱里取出之后，搓成长条，切成16份，每份大约10克。这时油皮和油酥都松弛好了。今天我们要用小包酥的方法做16个蛋黄酥。先把油皮和油酥都分成16等份。油皮每份大约24克，油酥大约15克。分别把油皮和油酥搓成圆球。每次做完之后，务必盖上保鲜膜，以免表皮变干。将1份油皮包住1份油酥，用手的虎口位置收口。
取一份酥皮面团，光滑面朝上，按扁，擀成一个椭圆形。翻个面，光滑面就朝下了。卷成一个小卷，分口朝下，盖上保鲜膜，松弛15分钟。再重复一次擀卷，光滑面朝上。擀开后翻面，卷成一个小卷，分口朝下，盖上保鲜膜，继续松弛15分钟。松弛好的面团就可以开始包蛋黄酥了。取一份面团，分口朝上，两头向中间对折，然后擀成圆形。放上一层肉松，自制肉松的视频链接也可以在视频下方找到。上面放上麻薯和红豆咸蛋黄。要想酥皮不容易破酥、混酥，记得油皮要稍微软一点。擀开的时候要均匀，也不能太用力，而且制作的全程要盖着保鲜膜，以免变干。分好口的蛋黄酥就是这样的，表面光滑，完全没有破酥。最后打一个鸡蛋，用蛋黄在表面轻轻地刷一层。如果想要更好的效果，可以等2到3分钟之后再刷一次。中间撒一点黑芝麻点缀，放入预热好190度的烤箱，中下层烤25到30分钟。取出稍微放凉之后就可以开吃了。酥松的外皮一边撕开一边掉渣，一层层分明的层次，这种咸甜的搭配真的好好吃。放在礼品盒里送给亲朋好友，相信他们也一定非常的喜欢。还有其他月饼的制作视频，欢迎点击观看并发作业到我的 Facebook。 离开前千万别忘了订阅、点赞和按下小铃铛。我们下集再见。